沿着我们眼前这条岷江，杀气腾腾的来到了这座凌云山上，而这1-2千号人呢，就在这座凌云山上山下翻了个遍，别说没找到什么金银财宝，就连个铜板都没有搜刮到。因为当时我们加州城的老百姓听说这个姓张的要来了，全部都跑了，所以当时他恼羞成怒，一怒之下一把大火，火烧乐山大佛，烧了3天3夜。而这把烧了3天3夜的大火呢，就把明朝修建的这个大相阁给烧毁了。这把大火不仅把这个大相阁给烧毁了，还把这尊雕像自从唐朝以来就有着非常精美的彩绘的颜色也给烧融化掉了。所以你们看，从他的肩膀一直到他的脚底，他身上呈现的颜色呢，就是这样的暗黑色，而他就这样裸露的端坐在三江口，就这样端坐了300多年。那个姓张的当年可是冲着盗宝来的，这尊雕像的身上他到底有没有藏宝洞呢？1000多年以来，这个说法从来都没有中断过。有人说他这个巨大的头部里边，有人说他的耳洞，你们看耳朵背后有个山洞吧，肩膀背后这里也有一个山洞，甚至还有人说他的胸膛、他的脚底下都藏过金银财宝。所以在这1000多年当中呢，还是有很多人就来到这座凌云山上来寻宝、来盗宝来了。那这尊雕像的身上到底有没有藏过金银财宝呢？民间说他身上有一个密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前面呢，我们曾经2次提到了历史上在唐朝、明朝给他修过大相阁，但是自从明朝末期姓张的放了一把大火，把明朝的那个大相阁给烧毁以后，自从明朝末期一直到现在，这个大相阁就再也没有重修过了。而在这200-300年当中呢，因为没有这个大相阁的遮盖，这尊雕像周围的山体崖壁上有很多的杂草、淤泥、枯枝败叶，就纷纷的往下掉。到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就在它大脚板的这个平台下面积了一层厚厚的泥土。1962年之前呢，这座凌云山上当时是有村民居住的，有那么1-2户村民啊，就因为这个平台下面积了一层厚厚的泥土，在这下边种起了菜，种起了地。根据资料的记载，在1958年的时候，这个平台下面有接近400立方米的垃圾场。在1960年的时候呢，有人还在它左边的大脚板那一块还挖了一个蓄粪池。这乐山大佛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了，在这1000多年当中，这个滔滔的三江水对这尊雕像山脚冲刷的力度是多么大，再加上人为的一些损害，所以到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啊，其实眼前的乐山大佛它已经到个岌岌可危的地步了。但是山穷水尽，总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这个事情就出现转机了。转机在1962年的春天，有个记者呢来到我们乐山进行采风。后来这个记者呢还在我们乐山大佛对面江中心有个小岛，你们看，就这个小岛。这个记者在这个小岛上面给乐山大佛拍了历史上第一张彩色的全身照片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962年的乐山大佛。64年前，这尊雕像跟我们今天看到底有区别吗？这就是1962年的，你们看，当时他的头上、身上是长满了杂草的。再仔细看，当年他的脚底下还有民房，说明那个时候还有人在他脚底下居住呢。而1962年的时候，这尊雕像身上还有很多破损的地方，其中破损最醒目、最显眼的就这一坨，我们四川叫这一坨哈，这是什么呢？这是他的一只右手。你们看啊，1962年连他的右手都不成手型了，那现在他的右手呢，是这样轻轻地搭在了他的膝盖上面，而且他的手指头根根分明吧。所以1962年的乐山大佛呢，跟我们今天看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这张照片后来一经发表以后，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在当年各方面都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面，还拨出了一部分的经费来对它进行保护和维修。那就在1962年年底呢，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就来到这里来对它进行考古勘测了。当年他们来到这儿的第一件事情是腰上系了一根绳子，从上开始往下吊，给这尊雕像身上清理杂草。当他们把杂草清理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发现这杂草下面啊出现了一片文字，其中最醒目的一行字是大宋景德元年重修天宁阁。看到这一行文字，让当年的工作人员内心是充满了疑问的。难道说眼前的这尊雕像是北宋的时候修的吗？他们那个时候呢，就从他的脚底开始搭脚手架，一直搭到这个位置，开始仔细的研读这篇文字，它到底记载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原来是在他胸口的这个地方镶嵌了一块北宋的石碑。这块石碑具体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
哎，请大家来看，就在它正中的心口的位置，画圆圈的这块北宋的石碑，而这块石碑碑文所记载的是，从唐朝到北宋，经过200多年的风风雨雨。前面我们不是刚刚介绍了吗？唐朝给它修了一个大相阁，但是到了北宋的时候，这个大相阁就变得非常的破损了。于是人们想对这个大相阁进行个维护和修缮，但是没有钱啊。于是他们根据唐朝的一个记载，说这尊雕像胸口的位置这个地方有个密室，里边装了一笔金银财宝。于是他们就真的打开这个密室，还动用了里边一部分的金银财宝，维护修缮了那个大相阁。重新修复好的大相阁呢，也被更名为叫天宁阁了。他们把这个经过做了个记录和说明，还刻在了这块石碑上面。那当年的工作人员心里就在想，那这个密室里边应该还有没有剩余的金银财宝呢？这个消息当时简直是引起了轰动。在打开他胸口石门的这一天，我们乐山城虽然谈不上万人空巷吧，但是至少也有很多人就来到现场，就来到这座凌云山上来围观这个密室的开掘。这个密室具体的位置就在这个石碑后面覆盖了一个密室，这是一个长条形的密室，高3.3米，宽1米，进深是2米。工作人员当年小心翼翼地挪开这道石碑以后，里边的情景令所有在场的人都大失所望，空空如也，根本就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在这个密室里边，只找到一堆破碎的铜片和铁片，以及一堆干枯的稻谷。当年还发现这个密室里边已经有很多被盗的痕迹了，说明自从北宋一直到现在，这个密室它已经被盗过很多次了。那么根据那块北宋石碑碑文所记载，这个密室里边应该还有剩余金银财宝，到底去哪儿了呢？这些金银财宝具体又是什么呢？历史上对此是众说纷纭。有资料呢明确的记载了，乐山大佛正式动工修建是在唐玄宗李隆基登基的第2年，也就是公元的713年。那从公元的713年到今年的2026年，他已经1313岁了。在这1000多年当中啊，这尊雕像在历史上它并没有留下过一张完整的画像。我相信有人给他画过像，但是却并没有一张流传至今。那从唐朝到现在，这尊雕像的容貌难道都是这样一成不变的吗？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这样弯弯的柳叶眉，眼睛细细长长的，鼻子嘴巴是这样的吗？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在这1000多年当中，历朝历代对这尊雕像是有维修和改造的。但是因为历朝历代他们审美观念不一样，他在改造的时候，他被赋予的手法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唐朝是以丰腴为美吧，宋朝是清瘦优雅，对吧？那到了明朝呢，是含蓄内敛。那这尊雕像到了清朝变成这个样子了。来，请大家看清朝。1899年清朝末期啊，首先呢，您看它的眉毛上面长满了杂草，眼皮、眼角上面有很多的杂草，然后嘴巴上面也长了杂草。看它的眼睛，这个眼睛就是一条缝，好像没有睁开一样，对吧？从整体来看的话，它看上去特别像一个眉毛胡子一大把的一个沧桑的老人一样。然后您再看它的这个头顶，哈，它的头顶这个杂草已经长到半人高了，而在这半人高的杂草当中还站了一个人呢。这个人穿了一身清朝的服饰，这手上还拿了一个工具呢。那现在呢，我们快速的走到他的脑壳后面去啊，我们去近距离看一下他的发型。再看一下这个人具体站在他头顶的哪个位置。他的发型呢，一圈圈像螺丝一样的，可以叫螺髻，也可以叫发髻。那根据工作人员用粉笔一个一个记录统计，现在他头顶的发髻一共是1051，有1000多个了啊，1051。而当年这个人呢，就站在他头顶靠左一点的位置。百合，谢谢你送的粉丝灯牌。大家看哦，就在这儿，这个人就站在这儿。哎，您看。站在他头顶，这个人当年手上是拿了一个工具的，我们把它理解为他像理发师一样，拿着手上的工具在给他清理头顶和脸上的杂草。好，那么当年这尊雕像，当他脸上的杂草被清理干净以后，露出了他的真容。我们来看一下1899年的乐山大佛到底长什么样子。来，我把手机拿出来。这就是1899年，当这尊雕像脸上的杂草被清理干净以后，露出了它的真容。你们看它的眉毛特别粗，眼睛终于给睁开了。刚刚我们看到了一条缝，也许是被杂草给挡住了。再看它的嘴巴，宽宽扁扁的。这是1899年露出了真容的乐山大佛。这个人呢，依然穿了一身清朝的服饰，还站在他的头顶呢。
啊。那么关于他头顶发髻的这个数字1051，这个数字它到底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1000多年以来呢，关于这尊雕像对它维修的文字记载几乎少之又少，所以呢，在我们乐山本地啊，关于乐山大佛，它被赋予了很多的一些说法。比如说，关于这个发髻1051，在我们乐山是这样说的：说这个数字代表是当年修建乐山大佛的1051个工匠。关于这个说法，我认为是瞎编的。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们看到的是1899年的乐山大佛是这个样子的，而仅仅过了10几年以后，到了1914年，这尊雕像的容貌发生了变化。首先，你们要看它的发型，你看它的发型是一个圆形的锅盖头，是吧？那现在它的发型呢？你们看，首先这里是有鬓角的，然后额头的中间有个三角形的美人尖。连发型都发生过变化，那它头顶发髻的数量是不是相应的也发生过变化呢？所以关于这个说法，我认为是瞎编的了啊。我们来看一下1914年这尊雕像，眼睛变成2个圆窟窿，鼻子塌陷了啊，鼻子也塌陷了，嘴巴从这里你们看还长了一棵小树苗出来。这身上呢杂草丛生，就像穿了一件厚厚的草衣一样。但是那个时候他头顶的杂草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了，但是头顶上这个三脚架子还没有及时的清理走呢。耳朵旁边还立了个梯子。而1914年这尊雕像身上少了样东西，耳朵掉了，连他的耳朵也没了。1962年的时候，工作人员在他的耳根处，就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一堆腐朽的木泥。而这堆腐朽的木泥正好符合南宋大儒范成大，他写过一篇游记叫《无传录》，他在《无传录》里边有2句话来描述过这个耳朵，即天下雕像之大，唯有良耳，以木为之。范成大这2句话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耳朵，其实从北宋一直到现在，它就已经是木头雕的了。所以1962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才会在它的耳根处找到一堆腐朽的木泥。另外呢，当年还发现，在它的耳朵背后，这里有一个山洞，这个地方有个山洞。然后呢，在它的肩膀背后，哎呦，这杂草给挡住了，这里也有个山洞。这2个山洞，民间传说里边装过金银财宝。于是对这2个山洞进行了勘测，把里边堆满的乱石堆、小石块进行清理以后，发现这2个山洞左右是互相贯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现在从他的左耳朵通过这个山洞，可以走到对面的右耳朵去，左右互相贯通以后，风就可以吹进去，从而可以吹走里边的潮气和湿气。那么，苗苗姐，上午好哈。当年还发现个现象，靠近她的头部身体这一侧显得非常的干燥，但是靠近山体这一侧却是湿漉漉的，甚至滴滴答答的还在往下滴水呢。而通过这一次勘测呢，打破了那个民间传说，这2个山洞其实类似于鼓风机，它起到了一个通风防潮隔湿的作用，而且这2个山洞还起到了一个排水的功能，它可以排掉凌云山的山体沁水。另外，你再看它的耳朵背后这一块石板，而这块石板呢，它也叫防潮板，它也是防潮气、防湿气的。那前面呢，我们刚刚介绍了它的耳朵是木头雕的，对吧？那这尊雕像的身上还有没有其他部位也是木头雕的呢？仔细看它的鼻子啊，大家看鼻子这里有条明显的接缝，好像这个鼻子分成了2节一样。它真的是分成2节的，这其中是有原因的。我们往对面的观景平台走。上个世纪20年代，我们四川军阀割据，四川军阀混战，当时出了一个军阀信阳。而这个信阳呢，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曾经带着他的手下人呢，来到我们乐山城了。当时把他的手下人是驻扎在乐山大佛对面江中心有个小岛，这个小岛叫太阳岛。20年代的时候，这个信阳呢，当年还买了一批新式的武器，有枪啊、炮啊这些新武器，一到手心痒痒。他想看一下这批武器的射程到底有多远。就命他的手下人在对面小岛上面架上了枪和炮，他们居然把目标和靶子对准了江对岸的乐山大佛，没想到还真的有1、2发炮弹打中了他的脸，基本上打中的是这尊雕像的右半边脸。所以呢，我就带着大家往右边的观景平台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尊雕像左半边脸、右半边脸到底有区别吗？而且因为这里的观景平台比对面要矮10米，因为高度角度不一样，所以你们看它的感觉也会不一样的啊。这里就来到了右边的观景平台了，感觉这里比对面的人要多一点哈。
当年真的有1、2发炮弹打中了他的脸，基本上呢打中的是他的右半边脸。首先第一，把他右边的眼眶给打掉了，然后把他右边脸颊上打了一个坑，打了一个洞。这尊雕像其实它的左半边脸比右半边脸稍微要饱满一点，而这就是其中的原因。还把它三角形的鼻子也给打掉了，所以当时他是面目全非。后来我们四川自贡有一个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去筹集了一笔钱，对他的脸部进行了维修。先把这尊雕像的眼睛给修好了，然后把他右边脸颊上这个坑、这个洞给填平了。但是你们发现没有，在他右边脸颊上这里有一块打了补丁的地方。哎，说来也挺奇怪的。每当乐山大佛维护修缮好以后，它这一坨的颜色总是会先脱落的，所以工作人员需要重新调色，往他脸上抹。我们总能在他右边脸颊上看到这个打了补丁的地方，左边脸颊上是没有的。另外，当年最考技术的就是维修他这个三角形的鼻子，鼻子这里有一条明显的接缝。上半段的鼻梁用小石条雕好以后，非常顺利的就粘在了他的脸上。但是下半段这个凸起的三角形的鼻头呢，当时因为技术的原因，技术有限，只能用3根木头呈品字形，才把他的鼻头给撑了起来。现在这尊雕像身上有2个地方第一是他的耳朵，第二是他的鼻头，是木头雕的了。我们四川气候潮湿，只要连着下个几天的雨，4、5天、5、6天，它的鼻头会发黑发潮，就是因为它的鼻头是3根木头撑起来的。经过1927年到1930年3年的脸部维修以后，我们来看一下乐山大佛变成了这个样子，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它的容貌是不是跟我们今天看到就差不多了呢？对吧？这1930年的，但是1930年这张照片上面，我们看到它依然没有耳朵。耳朵是没有修好的。1914年这尊雕像那张照片上面显示的是没有耳朵，到1930年耳朵依然是没有修好的。所以在这100多年当中呢，其实连这尊雕像的容貌它都发生过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在这1000多年当中，这尊雕像的身上它也被赋予了很多民间的一些说法，其中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他闭过眼睛流过泪。这怎么可能呢？一个石头雕的雕像，怎么可能闭眼睛流泪呢？请大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们来看，他闭眼睛了，对吧？那这个现象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1962年、1963年，我们知道那几年呢，华夏大地上非常的困难，是3年自然灾害的后期了。在那几年，吃不饱也穿不暖，连活人都管不了了，谁还管得了去世的亲人呢？所以我们三江上游上面有很多的老百姓就把去世的亲人呢用草席一裹，就放在这个三江水里头，让他们顺江顺河漂走。但是乐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位置，叫三江汇流，这些裹着草席的就这3条河流从不同的方向把他们就集中到了这一片水面上。这片水面上面现在我们看到行驶了一艘游船，但是在1962年的时候，就在这一片水面上面都是那些裹着草席的东西。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眼睛，你们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向下看的，他看到了他脚底下发生的这些状况，但是他不忍心看到，于是闭上了他长达3.3米石头雕刻的眼睛。1962闭眼睛了。这个现象呢，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还发生了好几次呢。1976年塌了一方土，倒了3棵树。我们乐山人民发现，它又出现这个现象。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石头雕的雕像，它会闭了眼睛流了泪呢？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可要给大家说一说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了。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我们从它的发髻开始说啊。你们看它的发髻，一串一串的像螺丝一样的，对吧？这个发髻的质地跟我们周围的山体结构是不一样的。这古人到底是如何来铸就这个发髻的呢？难道说当年在修建乐山大佛的时候，它是和整尊雕像一起浑然一体、一气呵成而铸就的吗？还是说当年把雕凿好的发髻就非常简单的一个一个的粘于它头部的表面呢？其实都不是。古人铸就这个发髻，他们用了个工艺叫2次嵌铸法。1962年的时候，工作人员在乐山大佛右手的缝隙里边找到了3个从他头顶掉落的3个发髻。你们看，这就是3个的其中之1个。原来古人是用石头把这发髻雕成长条形的，它的长度有78厘米左右。但是这个石头雕的发髻，它又如何来嵌入进它的头部呢？我们来看一个还原的小动画了。来，
原来他的头顶啊，一格一格的像蜂巢一样的，把雕凿好的发髻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嵌入进了他的头部，然后还要刷2层灰浆，才把这些发髻给粘连牢固的。而这个工艺，它就叫2次嵌入法。但是1000多年前的工艺呢，其实并不能达到一个非常精密的程度。这个2次嵌入法铸就的发髻遗留下了一个小问题了，你们看。在它的发髻与发髻之间，其实并不能做到严丝合缝，是留下了很多小缝隙的，你们看到吗？而水呢，可以从这些小缝隙慢慢的渗透进它的头部。那么，如果天长日久的话，整个头部都吸饱水分的话，那势必会造成它头部的一个垮塌呀。这古人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你们来看它的耳洞，这个耳洞自古以来啊，从古代以来，左右是互相连通的。而这互相连通的耳洞，它起到的就是一个排水的功能，它可以排掉从它的发髻的缝隙里边慢慢渗透进它头部的水。但是1962年呢，年久失修，这尊雕像，当时它的左耳洞和右耳洞里边长满了杂草，这个杂草把耳洞给堵住了，水就不能顺利的从这个耳洞里边排出来，只能从它的眼睛、鼻子、嘴巴往外渗。所以我们再来看刚刚那张闭眼睛的照片，仔细看。首先呢，您看从他的鼻子、嘴巴流出来的这个水的痕迹是不是特别多？有人甚至因此是开过他的玩笑的，说他像流了鼻涕、流了口水一样。而当年这个水从他的眼睛里边流出来的时候，经过长时间的浸泡，把他眼睛里边的黑白涂料给泡松了，所以引起了他眼睛里边黑白涂料的一个脱落。我们再来看这2只眼睛，它是有区别的。这个眼睛是灰色的，发灰的，明显的颜色脱落了。旁边这个眼睛颜色还没有完全脱落完，看到了，朋友们，是不是？哎，本身他的眼睛又是细细长长的，这一定的距离、一定的角度，这视觉上的错觉，这可不就像闭上了眼睛一样吗？1976年呢，根据我们乐山本地气象资料的一个记载，那一年雨水特别多，这个雨水从他的眼睛里边流出来的时候，一根一根的挂在了他的脸上。我们乐山人民看到以后，哎呀，不得了了，他闭眼睛了，他流泪了。所以关于这个说法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的给传开了，而且还传到了当年工作人员的耳朵里头。于是他们来到这里对他一探究竟，哎，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但是当年的工作人员来到这儿，看到这尊雕像的第一眼是这个样子的，你们看，哎呦，这尊雕像当年浑身上下是长满了杂草，身上还有很多破损的地方，而且1000多年以来，关于这尊雕像，历史上文字的记载几乎少之又少，连当年的工作人员都一头雾水，一片茫然。这尊雕像它到底叫什么名称呢？哪个朝代修的？有人说它是宋朝修的，有人还说它是明朝修的呢。于是工作人员去我们乐山周边的一些地方，去寻访我们当地老百姓，看看在我们乐山有没有关于他的一些奇闻异事，从中能不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呢？没想到当年我们乐山有很多上年纪的老人啊，跟工作人员说有块石碑，唐朝的，这块石碑记录了关于他很多尘封的往事，关于他很多的历史，就记载在了那块石碑上面。他们非常明确而又肯定地告诉工作人员，这块石碑就在这座凌云山上。于是工作人员呢，他们就回到了这座凌云山上，开始苦苦地寻找这块记录了他身世的传说当中的石碑。这块石碑最后到底找到没有呢？从1962年以后呢，又过了30年，到了1992年，工作人员对乐山大佛进行第2次现场考察。当时他们用个仪器叫地质雷达电磁波，他们把这个仪器呢就架在乐山大佛对面江中心大看这个小岛，把这个仪器就架在这座小岛上面，对乐山大佛进行全身扫描。由此可见，在过去的30年期间，也就是1962年到1992年的30年期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座凌云山上，他们并没有找到那块唐朝的石碑。他们就把最后的希望呢寄托在了这尊雕像身上。既然1962年我们在你胸口的位置找到过一块北宋的石碑，那这块唐朝的石碑会不会也隐藏在你身体的某个部位呢？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啊，决定对它进行全身扫描了。但是在对它进行全身扫描的时候，又发现一件事情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的角度，各位左边右边都从侧面去看它，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这尊雕像难道说是一个人孤零零的端坐在三江口吗？其实并不是。如果从正面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这尊雕像在它左右两边临江的崖壁上面，其实还有2尊天王像呢，你看到没有？总共是3尊雕像啊，左右两边。但是1000多年以来，这2尊雕像，它风化的程度也是相当的厉害，尤其是在它右边的这尊小雕像，是当时工作人员重点维护修缮的一个对象。而当年的工作人员在维护修缮这尊雕像的时候，他们无意当中用工具就轻轻的去敲了一下它旁边的崖壁上有一块凸起的，这个崖壁上面凸起的水的钙化层。没想到这个钙化层下面就传出了一种空空的沉闷的声响，这让工作人员很惊喜啊！难道说在这个崖壁上面又隐藏了什么宝贝吗？于是他们就工具一点一点的就把这个崖壁上的这个钙化层给敲掉了。没想到一块巨大的石碑就露了出来。这块石碑高6.6米，相当于2层楼的高度。但是当年找到这块石碑的时候，上面字迹是非常模糊的。工作人员逐字逐句的研究分析，再结合历史上关于乐山大佛仅有的非常少的一些资料的记载，他们得出个结论：这块石碑就是我们乐山人民口口相传了1000多年的那块唐朝的石碑。这块石碑让工作人员在这座凌云山上苦苦寻找了30年。原来你就在这儿，请你们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就在下面临江的崖壁上面给找到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找到了。那这块石碑上面明确的记载了，乐山大佛正式动工修建呢，是在唐玄宗李隆基登基的第2年，公元的713年。其实早在公元703年，乐山大佛的创建人他叫海通。他是贵州遵义人，已经在着手筹建这尊雕像了。当时主要是为了筹集修建他的钱，没有钱怎么修？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海通他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当年他要修建乐山大佛这个想法还不被世人所理解呢。很多人说你这是在痴人说梦，这个事情你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当年的海通也没有办法，他只能离开这座凌云山。他决定用自己的方法，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来筹集他的第一笔修建资金。那就在公元703年的时候呢，海通从我们加州这里登船离别，走水路。你们看河对岸，你们河对岸有一个红颜色的小房子，看到了吗？大家看到了没有？这地方叫乐山港。当年的海通呢，就从这个地方登船离别，就沿着眼前的这条岷江一路往下游走。他去往长江流域，去往江淮地带，去往全国各地，一路走，一路不停地跟人们诉说他的请求，诉说他的决心，感动了无数的老百姓。10年的风餐露宿，他就这样一点一点，终于筹集到了他的第一笔修建资金。那就在公元713年的时候呢，海通带着一笔丰厚的钱财回到了这座凌云山上，准备开始动工修建乐山大佛了。但是真的叫好事多磨，这个消息却引起了当时我们加州本地一个郡守、一个贪官的注意。这个贪官带着他手下的官兵来到了凌云山上，找到我们的海通，当面就勒索这笔钱财，想把他占为己有。但是海通心怀坦荡，不畏强权，他说了一句话，他做了一件事儿。这句话虽然只有简短的8个字，但是这8个字却一直流传至今：自目可剜，佛财难得。我的眼睛都可以给你，但是这笔钱我是不会给你的。他说了造福这一方的老百姓，于是当着这位贪官的面，海通自掘其墓，捧盘致之。他真的把自己眼睛给挖出来了，然后还放到了一个圆盘里边，把它拖到了这位贪官面前。这贪官看到这个情景，吓得连退3步，屁滚尿流，连滚带爬就离开了凌云山。从此以后呢，再也没有人来为难过海通。公元713年，海通养好身体以后，正式动工修建乐山大佛。在当年海通的心目当中呢，他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在他的有生之年，用20年的时间来完成这尊雕像。但是它真的太高太大了，它从公元的713年一直修到了公元的803年，修了整整90年的时间，历经了3代工匠的付出，4朝皇帝的更替。它的修建过程可以说是相当的艰辛而又曲折的。而整尊雕像呢，总共分成了3个工期。第一个工期由海通来完成，第一个工期是从他的头顶修到他肩膀的部位啊，头顶到肩膀，这是第一个工期。整个的一个头部就是第一个工期。整个的头部修了多久呢？修了18年的时间。18年之后，海通52岁，他就去世了。
而随着他的去世，当年他辛苦10年筹集到的那笔钱用完了，没有钱来继续修这尊雕像，他的修建工程第一次停工10年。10年之后，到了公元739年，他迎来了第2代修建者。这第2代修建者是唐朝的一位官员，名字叫章求坚琼，当时担任的官职是剑南西川节度使。章求大人，他的姓是个复姓，我们称他为章求大人，他是山东嘉祥县人啊。章求大人在公元713年来到这座凌云山上，看到这尊停工了10年，然后呢一个巨大的工程，但是只修了个头部啊，于是他回去又写了奏折，建议朝廷把这个工程继续给完成它。那么当时有个皇帝就看到这个奏折了，他就是唐玄宗李隆基，他批复了，在你们蜀地有个税收叫麻盐税，就用这个税来作为他的第2笔修建资金吧。所以后来是朝廷出手了啊，当时朝廷拨出了800万两麻盐税。钱一到位呢，公元739年，章求大人留在了这座凌云山上，带领大家开启了他的第2个工期。这第2个工期呢，是从他的肩膀一直修到他膝盖的部位，肩膀到膝盖，这是第2个工期。而第2个工期修了7年的时间，基本上把这尊雕像2/3的高度给修好了。那么7年之后呢，章求大人他就离开我们四川了，去当时的长安担任户部尚书。随着他的调任，过了没有几年，唐朝历史上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起兵，发动了著名的安史之乱。第2年，唐玄宗李隆基为了躲避安史之乱，避难我们四川成都，连当时的皇帝都跑了，所以引起了社会动荡，唐朝由盛转衰。而乐山大佛呢，由此就第2次停工了。而这第2次停工长达整整40年，直到公元785年，他迎来了第3代修建者，最后一代修建者来了。他依然是唐朝的官员，剑南西川节度使，名字叫韦皋，韦大人，他是陕西西安人。公元785年，韦大人来到这座凌云山上，看到这尊停工了40年、状态非常糟糕的雕像以后，回去变卖家产，把一生的积蓄俸钱50万拿了出来，带领大家开启了第3个工期。直到803年，这尊雕像才修建完工。韦大人还给他修了2个配套工程，在他左右两边临江的崖壁上面，给他修了2尊天王像，还给他修了一个楼阁。这个楼阁把他从头到脚给笼罩在里边，为他遮风挡雨。这个楼阁它叫大象阁，高达91米，比乐山大佛还要高20米，巍峨壮丽。而历史上，在唐朝、在明朝，曾经是2次给他修过大象阁的。但是非常遗憾，明朝、唐朝2次修建的大象阁，2次都毁于战乱了。所以从明朝末期一直到现在，其实乐山大佛就这样裸露地端坐在了三江口。公元803年，乐山大佛修建完工了。第2年804年，韦大人把他90年修建的经过写了一篇文章，还命他的手下人呢刻在了一块石碑上面。直到1000多年以后的1992年，工作人员踏破铁鞋无觅处，就在下面临江的崖壁上面找到了这块唐朝的石碑。这块石碑的作者呢，就是乐山大佛的第3代修建者韦皋韦大人。而这块石碑可以说是从1962年到1992年对乐山大佛进行30年考古研究的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尊雕像呢，它是从上开始往下修的，它就是依山而凿的一尊雕像。那当年在开凿凌云山的时候，是从外往里边开凿的。从凌云山上开凿下来这么多的山石，全部抛到了三江水里头，而这些山石沉到了江底，填平了江底的漩涡和暗流，从而还抬高了河床。而自从它修建好以后，根据史料上的记载，这个三江的江面上几乎真的再也没有发生过船毁人亡这些事情了。这个工程用4个字来形容，叫抛石填江，抛了山石填了江。从这4个字，其实它也告诉我们，眼前的乐山大佛它的本质是一个水利工程。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在你这儿要修建乐山大佛呢？其实在1000多年前唐朝的时候，这里的水患是非常严重的，需要水利工程来解除。而海通、
章求坚琼和韦皋三代人带领大家花了90年的时间，用信仰的力量改造了世界，从而给我们留下了这尊通高71米，从唐朝到现在，它就一直保持着世界之最，现在还是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乐山大佛。1000多年前的时候，乐山大佛的创建人以及第一代修建者海通，从他的老家贵州遵义到我们四川来，其实他是奔着一个地方而来的，而这个地方是凌云山上的第2处千年遗产。凌云山上总共是3处千年遗产，乐山大佛是第1处，还有另外2处，你们跟着我走。公元767年啊，哎，吃饭了没？公元767年、768年这2年，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岑参，这个岑参有2句非常有代表性的诗句，叫"忽如一夜春风来"，当过我们对面2年的加州刺史。这岑参写过一篇游记啊，叫《游加州凌云寺》，而他所描述的凌云寺，就是当年深深了吸引海通的那个地方。凌云寺始建于唐高祖李渊武德年间，也就是公元的618年。乐山大佛开凿于713年，所以凌云寺历史呢，其实比乐山大佛还要早接近100年的样子，距今是1400多年历史了啊。那么凌云寺当年在唐朝的时候，名头是挺大的，是西南地区排名第1的，所以当年深深地吸引了海通。那海通来到这里以后呢，后来他成为了凌云寺的领导，后来才创建了乐山大佛。所以这2处千年遗产，这山上是先有的寺庙，后来才有的乐山大佛。那我们就走进千年古刹凌云寺了啊！凌云寺门口有个匾额，匾额上有个字，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字呢，我们平时都知道“壮志凌云”应该是2点水，对吧？但是这个“凌”字却多写了1点啊！各位，你们看一下，3点水。对吧？主要是呢，符合我们这里的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是岷江、大渡河和青衣江3江交汇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凌”字就多写了1点啊。同时，这也是中国人通假字的一个巧妙的运用了。那我们从边上走进凌云寺。1000多年以来，凌云寺几经兴废，它的规模没有唐朝那么大了，规模是变小了的。从这道门走进去，它叫吉祥门。我们去看一下凌云寺的中心地带。其实啊，凌云寺中心地带就像一个4合院一样，走进来就看到了青龙偃月。大家看哦，看到没有，朋友们？一个方方正正的4合院的位置。微微一抬头呢，能看到一重殿堂。这个殿堂呢，民间称为叫三宝殿啊。无事不登三宝殿，指的就是这个殿堂，1000多年历史了，1000年的殿堂，但是看着很新吧，对吧？主要是因为它在80年代，还有呢，在2008年的那次地动山摇以后，它是经历了2次大修的，所以现在1000年的殿堂旧貌换新颜了，很新啊。那个殿堂的背后呢，有一尊雕像，这尊雕像被称为是凌云寺的镇寺之宝，因为体态很优美，也被称为东方的维纳斯。以后你们来参观游览的时候，别忘了在这1000年的殿堂背后有那么一尊雕像，你们去看一下，它非常漂亮。那尊雕像就在这后边，但是我们这里这尊雕像呢，青龙偃月老哥，中午好啊！这尊雕像其实它的原型是我们中国辽代的一尊雕像。这尊辽代的雕像，它可被誉为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雕塑之一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原型就是它，据说这尊雕像还是根据，辽代的萧太后萧绰给塑造出来的。你们看，这体态优美吧，对吧？哦，这雕工，这脸，黄金分割比例，哎呀，国宝级别的，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雕塑之一了。但是很遗憾，这尊雕塑呢，现在没在我们国内了，流失海外，现在是美国纳尔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各位。流失海外了，可惜哈。前方楼梯往上走，凌云山上的第3处千年遗产，我们走到跟前儿去看一下。现在枝繁叶茂，必须走到跟前儿。原来远观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地方，注意洞，有个朋友，凌云山是一座佛教圣山，这地方叫注意洞。世界第1大弥勒坐佛。那很多朋友就会说，咱们眼前这个长廊式的洞穴，应该也是一处佛教洞窟了吧？来，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注意洞。
刚刚我们看到了啊，这地方叫注意洞，里边有一些石碑，这些石碑大部分都是唐代到明代的。前面我们不是提到了呢？唐玄宗李隆基为了躲避安史之乱，避难我们四川，这给后人打了个样板了。在以后千年的历史里头呢，很多文人雅士，他们也是为了躲避中原的战乱，纷纷避难我们四川。来到这里以后，白天看看乐山大佛，晚上观察漫天的星象，然后再结合我们中国非常经典的一部著作《易经》。在这里把他们那些心得体会啊，把一些感悟刻在这些石碑上面，所以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注意洞啊，注释易经的地方。很多人说，耶，奇怪呀，你们这个对吧？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呢？主要是这个原因。好，走，我们往前面走，楼梯往上走，第3处千年遗产。其实，在古代的时候，这座凌云山上相当热闹，你知道吗？在古代的时候，这座凌云山有个别称啊，叫九鼎山。九鼎山是什么意思呢？9座山峰，这座山有9座山峰。根据资料的记载，9座山峰叫峰峰皆有寺，每一座山峰都有座寺庙。但是现在只剩下了刚刚我带大家穿过的那个凌云寺了啊。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座宝塔的跟前儿，这座宝塔叫什么名称呢？来。塔高29.29米啊，然后呢，这不是这样的，注意洞是笼罩在大佛来之下的这地方灵宝塔是明代加州人安佑注解易经的地方。灵宝塔，有个朋友，灵宝塔又叫凌云塔，因为耸立在凌云寺后的灵宝峰峰顶，所以就以所在的山峰命名为灵宝塔。这座塔好，来给大家说，灵宝塔1300多年历史，和乐山大佛是一样的，塔高29.29米。它的外形叫密檐式结构的一个宝塔。1992年，工作人员不仅对乐山大佛进行了全身扫描，还对这个宝塔进行了全身扫描，发现这个塔底下有个小小的唐代的地宫。这个宝塔的3个字叫灵宝塔。在2006年的时候呢，被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06年的时候，06年之前，这座宝塔是可以登塔的。登上塔顶以后，可以纵览三江全貌，甚至大半个乐山城了。当然，在06年之后呢，这座宝塔它就不能上去了，被封了啊，不能上去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嘛。其实，在这个景区里面，80%以上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景区它纯粹的就是一个人文景观，大家不要看到山山水水的，对吧？爬山啊这些啊，它就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人文景观，就是个人文景观，80%以上。所以像这样的人文景观，你们在出游的时候，一定是什么3分看7分听，你不能走马观花的，什么都不了解，看一下，拍拍照片，打个卡就走了，是吧？对吧，朋友们？那很多人朋友问这是哪里，对吧？这里是哪里？来，我告诉大家，这里是哪里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乐山大佛景区看到了吗？这几个字，这里是四川的乐山大佛景区，各位啊。然后这个景区它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整个的一座山它这个景区，那很多人都会问我，我到这里以后，这一座山怎么玩啊？对不对？啊，这个有几道门，东门、南门、北门，我该怎么走？有，你看，我走到这里，它自动给我做讲解了，我把它关掉。你等我一会儿，我把它关掉。好，然后来了以后，来，这个有个专门的一个介绍，什么介绍呢？乐山大佛注意事项。来的时候啊，你们啊怎么走？有美食街，怎么样的？给你做一个小小的攻略，一键做攻略，打卡拍照的地方。这个地方等会儿我去搞一下，然后推荐的景点、最佳的游览时间、行李的寄存，还有什么呢？门票的一些优惠，全部给您一键搞定。这个东西是您出游之前的一个做攻略的地方。第二呢，出游的时候您走哪儿，他给您讲到哪儿。第二是什么？第三是什么？回家的一个回忆录。您回去以后有些知识点儿，您听了会遗忘的啊。回来以后您就继续听，反反复复听1000遍、100遍，对不对？一辈子都可以听。这个东西来，走吧。
这个东西其实挺好的，叫旅途随身听。旅途随身听，手机里边这样一个小小的图标啊，旅途随身听。别小看这小小图标，哇，它太牛了！你们知道吗？这小小图标里边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全世界、全球50多个国家，600多个城市，8000多个景区，10万多个景点的讲解全在里边，牛吧？而且3秒钟卫星定位，走哪儿给你讲到哪儿。比如说刚才我点开了它以后，它知道我在乐山大佛景区，马上就开始给我走到注意洞，给我讲注意洞；走到灵宝塔，给我讲灵宝塔。现在我带你们去哪里？去东坡楼，走，朋友们，带你们去看一下。纪念大文豪苏东坡，东坡楼，好吧，走。自驾游是吧？手机的什么还可以讲解？是啊，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给你们见个面好吗？大家说讲了1个多小时了，对吧？这主播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呢。Hello， 大家好，我叫乐西西，是你们的主播。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人，把我扔在人堆里边，你是找不到我的。但是我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你看我戴了个眼镜儿，而且我是四川人哈。来，Hello， 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如果你们要听乐山大佛的故事，到我的直播间来听，免费听，好吧？再看一下，好的，再看一下，来，就这个东西。打开它以后，我的天哪！全世界50多个国家，600多个城市，8000多个景区，10万多个景点。大家可能会问我，你看3秒卫星定位牛吧？3秒钟进入乐山大佛景区以后，来，是不是会开启自动导览模式？我就来个确定吧。我看，首先您来了以后，整个的这座凌云山，您知道怎么逛吗？哪道门进，哪道门出？是不是？没关系，来，线路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好，他给我们规划了一条线路，这条线路可以说是我们乐山大佛景区非常精华的一条线路，北门进，东门出，全程不走回头路，不走冤枉路，而且把3处千年遗产，把该打卡的地方全部都包含在里边了，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条旅游线路，就这样走，跟着他走，然后听讲解。这讲解每一个小耳机都是一个讲解，来听听他的讲解，对，好不好？但是他的讲解呢，没有温度，什么叫来注意动？注意动。有个朋友，凌云山是一座佛教圣山，乐山大佛更是世界第1大弥勒坐佛。灵宝塔，这是刚刚我们都走过的啊，3处千年遗产，对不对？因为耸立在凌云寺后的灵宝峰峰顶，这都是讲解的啊，特别好。然后呢，来退出导览，这个不要关掉。唐代是用砖砌成的。高29.2乐山大佛景区啊，各位。13层，每层4角峭岩上所以说这个一个风铃，总共挂了52个风铃，每个重量约10公斤。灵宝塔是属于中国最长。这个软件叫旅途随身听，其实它的全称叫什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有啊！哎呀，我的天哪，朋友们，全球50多个国家，50多个国家，来，马上给你们看啊。首先，我们现在定位在，哎呦，我不进去，我不来了，来，国内啊，江苏、北京、浙江、上海、四川、重庆，我们随便点一个省份好吗？广东，来，广东有这么多城市，广东、广州、深圳、佛山、珠海、江门，随便点个韶关，来，韶关里边有哪些景点？全部都有啊，1线、2线、3线、4线，啊，这个什么，从 A 到 Z， 它的所有的城市都包含在里面了。啊，拼音 A 到 Z， 然后呢有国外，你看，欧洲、北美洲、亚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我们随便点个欧洲，丹麦、俄罗斯、冰岛，随便。所以全球50多个国家，600多个城市，8000多个景区，10万多个景点，全部都包含有。它不光有这个，还可以作为您出游的一个攻略，出游之前的攻略，出游当中一个小导游，您走到哪儿，他讲到哪儿。第3，回家以后的一个回忆录。好，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正想去看看是吧？这个东西其实说大家手机里边您可以装一个，真的可以装一个。马上5一节来了，明天就5一节，还有7、8月份暑假，您带着父母带着孩子出门去旅游的时候，我就是旅游从业者，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是不会带第一我不会参团，第2我不会请导游，我就把手机带上，把平板带上，把 iPad 带上，里边就装着这个东西。
当中之后我就走哪儿听哪儿，特别好。而且这个东西牛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它终身使用，它不像我们要去充一些会员，对不对？什么年费呀、月费呀、广告费啊等等的乱七八糟的杂七杂八的费用，它没有，它牛就牛在终身使用啊！各位，终身使用。但是你们问我这东西需要花钱吗？那肯定要花钱的，它是要花钱的。这个花钱呢，其实我想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它的手机里面叫旅途随身听，其实它的全称叫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全称叫